偶尔有的时候他们也会从认识的人当中选择一些跟自己非常不一样的人成为他们的朋友，以拓展他们不同面向的一些生活的经验。青少年随着年纪的成长，他们跟家人相处的时间渐渐的减少，而跟同侪互动的时间逐渐的增加。在已开发国家当中，我们发现青少年除了上学的时间之外，和他的同侪互动的时间越来越长，可以说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跟同侪互动上。他们的朋友之间有几个主要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彼此的亲密的程度，第二个呢是相互理解的价值观和一种信念的相同，第三呢是忠诚度。当这三个元素都存在的时候，青少年的友谊就比较能够维持得更加的长久。我们会认为青少年对于朋友的互动是非常的重视的，他们希望能够达到互相的理解，并且呢能够非常的忠诚的对待，而这些呢就是在青少年时期非常强调的特质。青少年对于亲密朋友的强烈的需求，使他们将朋友视为最重要的社会支持。当青少年随着年纪逐渐的成熟的时候，他们对于同侪非常重视的特点就是彼此坦诚跟能够相互的信任。当他们能够信任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的自我揭露也随着年龄而逐渐的增加。因此自我揭露是分享个人想法和感受的非常重要的方式，这样的方式使得青少年跟他的朋友更加的接近，更能够维持良好的友谊。青少年通常是跟他们身份地位非常相似的人结成朋友，譬如说相似的教育程度，差不多一样的家庭背景、宗教信仰、政治的立场，这些呢会帮助他们有比较更多的互动，而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会越变越相似。这些呢都造成青少年在结交朋友上面的一群朋友性质非常接近的这样子的结果。偶尔有的时候他们也会从认识的人当中选择一些跟自己非常不一样的人成为他们的朋友，以拓展他们不同面向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在青少年的互动成长过程当中，他们的正向的互动越来越多，负向的互动越来越少。这跟儿童时期比较不一样，那就是儿童时期对朋友呢有比较多的时间的共享，甚至于占有的欲望。不过呢，青少年由于自主性的成长，他认为一个人应该渐渐的独立自主，而对自己这样子的需求有比较明显的感受的时候，他也能够尊重朋友也需要他们自己的时间来跟别的人互动，也就是尊重他的朋友的自主权。这是青少年跟儿童期非常不一样的地方。